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指出，美国惯常将国内政治需要和国内法律凌驾于国际关系准则和义务之上，加上现在已经进入总统和国会的选举关键时期，拜登政府不希望豁免被制裁的李家超入境美国，影响其选情。刘兆佳认为，如果美国最终禁止李家超出席 APEC 会议，不排除中方会根据刚通过的对外关系法对美国实施制裁。更有舆论担忧，美国政府的决定适逢中美关系稍微解冻之际，此举或令双方关系再度紧绷。现在呢，就是台湾这张牌也不好打，打香港牌不会擦枪走火，所以他觉得比较的稳妥，又能伤害中国，又不至于伤害到自己，又不至于给美国带来风险。所以呢，我估计他一定会在经过这样的权衡利弊当中，他会把香港牌在下半年当中结合李家超访问的问题等等，尽管他最后有可能提出邀请，但是他会把这个牌这个戏会做出去，尽量的逼中国做出一些让步。特约评论员更新认为，美方目前迟迟不明确表态是否邀请李家超参加 APEC 会议，也有就地要价的意图。尽管近期中美高层频繁互动，但两国的军事沟通陷入僵局，原因正是美方不愿取消对中国防长李尚福的所谓制裁。更新表示，在同样不取消对李家超制裁的情况下，美方试图要拿此事要挟中方，重启两国军方各层级对话。美方现在这个动作我给他判断可能就是虚晃一枪，就是他并不想真的说不邀请李家超，搞得这个 APEC 的会都开不好。反过来，他如果就拿这个事儿来要挟中国，比如说我们要让你李家超来，你得让李尚福跟我们见面，很有可能在双方具体谈会谈出这样的条件。所以我说美国呢，有可能是相公舞剑，意在沛公，就是说他在这儿打了一张李家超的牌，实际上他的眼睛盯的是李尚福。与此同时，美方还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继续针对中国滥用出口管制措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26号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表示，美国需要投资生产高端芯片的能力，同时阻止最先进技术流入中国。雷蒙多声称，拜登政府正与半导体行业领袖合作，并与盟友协调，制定一套对中国量身定制的新出口管制措施。他没有透露相关措施出台的时间表，仅仅表示，新的对华限制政策是此前实施禁令的升级版，重点关注与军事相关的领域。去年10月，拜登政府以所谓防止美国技术被用于提升中国军事实力为由，针对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实施了一系列迄今最严格的限制措施，要求美国芯片公司在向中国客户销售部分最先进的产品之前，需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证。美国政府酝酿的对华新动作引发业界普遍担忧。上周，包括英特尔、高通和英伟达在内的美国芯片巨头掌门人齐齐拜会雷蒙多等高级官员，呼吁拜登政府收手，并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美国芯片公司的销售主要依赖中国市场。根据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最新数据，去年中国半导体采购额为1800亿美元，接近全球5741亿美元总额的1/3，是最大的单一市场。如果上述芯片巨头完全停止对华销售，每年将损失830亿美元，失去12.4万个工作岗位。在26号的论坛活动上，当被问及与美国芯片行业领袖们会面的情况时，雷蒙多也承认，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出口限制确实将导致美企损失一些收入。I don't want to have the cut line be so broad. It's hard to do this in a second. It's right. You don't want the cut line to be so broad that you deny American companies revenue.但讽刺的是，雷蒙多同时表示，即便新出口管制措施将进一步影响美企利益，但美方依然认为为保护国家安全，这是值得的。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报道雷蒙多这一表态时提及，中方因应维护国安考虑，将对关键金属实施出口管制。美国商务部对此展现了强烈反对态度。彭博社的报道则指出，镓、锗等都是芯片制造和军用雷达的重要原材料。这两种金属矿产，无论是在储量还是在出口上，中国均在全球占据领先地位。此前，美国五角大楼方面表示，美国拥有锗的战略储备，但没有镓的库存储备。彭博社26号披露，为了缓解即将生效的中国出口禁令带来的影响，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首次向美国或加拿大企业签署回收镓的合同，重点从现有的其他产品废物流中回收镓。彭博社形容这一举动多少有些无奈，因为美军的多款尖端军用雷达都依赖镓来支持其天线和其他重要部件。
美国国会下设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去年的年度报告中，曾援引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称，在美国净进口依赖度超过50%的47种材料中，中国是其中25种材料的唯一或主要进口来源之一，其中就包括镓。中方宣布对这2种关键金属实施出口管制，对美国的影响不容小觑。有美国专家认为，中方的出口管制很可能会减缓美国国防部生产效率或增加成本。虽然美国国防企业往往会提前购买关键系统所需的材料，这一出口管制短期内影响不大，但五角大楼最终还是不得不寻找镓和锗的替代来源，实现的难度也不小。我觉得我们这次的措施实际上打到了美国的痛点，因为它对钾没有储备的话，实际上我们是全球主要的储备国和供应国，我们的储备可能占到了60%，但是产量的话占到了全球90%以上，所以他想从别的地方找到替代，或者说从盟友体系内找到替代都非常困难。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出口管制是有一定的成效，并且抓到了切实的要害。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就美媒炒作，白宫可能以所谓制裁为由，考虑禁止香港特首李家超参加今年在旧金山举行的 APEC 会议。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发声明表态反对，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俗话说，不怕被贼偷，就怕被贼惦记。那么现在看来啊，关于香港特首参加今年秋天预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那么这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确实呢是被有些个美国人惦记上了。而且我们从态势发展来看，美方惦记的这个层级啊，在渐次的在上升。1个多月前，那么就美国参议员卢比奥等人特别向国务卿布林肯发出所谓公开信，鼓噪以制裁为名，拒绝邀请香港特首参加今年的 APEC 会议。我当时啊就曾经在节目中评论，那么卢比奥这些个反华派议员，他们跳出来折腾公开信，那么这是他们上演的最新的一出反华闹剧，也是要蹭所谓美中交流议题的一个热度。香港特首能否参加 APEC 旧金山会议，这呢可能会成为中美关系又一道测试题。遗憾的是，这道测试题啊，还真的被不幸言中了。《华盛顿邮报》昨天最先就所谓白宫决定爆料，声称引述3个政府信源，而且呢，美报的报道标题啊也用了 testing， 也就是测试这样一个提法。那么这篇爆料文章的副标题也特别标注，白宫酝酿的行动是国会一直在向政府施压的一个结果。美报称之为 China Hawks in Congress， 所谓国会山的对华鹰派。所以啊，一定少不了卢比奥们，他们就此上下其手。香港1991年以地区经济体身份加入到 APEC， 香港回归以后，以正式以及单独成员身份和中国香港的名义参与 APEC。行政长官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分别代表中国香港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部长级会议。那么这是白纸黑字写进香港基本法的。美国作为成员国，今年轮值举办 APEC 系列会议，那么保证会议顺利举行，邀请香港特首参会，那么这是美方必须要履行的东道国的国际义务。美方根本没有权利剥夺香港特首的参会权。今天，香港特首办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也是直攻美方的命门。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它不属于任何国家或经济体。APEC 组织自有它的组织规定与议事的规则，美方呢要必须践行作为东道主的责任。美方不是总拿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说事儿吗？作为多边会议的东道主，那么如期办好会议，难道不是首要的国际规则，最应该维护的国际多边会议秩序吗？所以啊，现在一个很荒唐的悬念就在于，美国它作为 APEC 的成员，它莫非是要搅局自家来举办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吗？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回答知新闻记者就此提问时强调，中方已向美提出严正交涉，将坚定维护中国香港参会正当合法权利。这又意味着什么？那么就所谓白宫行动的实质，今天啊，毛宁在回应我的同事提问时，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明白了。所谓单方面的制裁本就于法无据，是非法无理，而且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
霸凌行径，那么以此为由拒绝邀请香港特首赴会，那么就更是错上加错，悍然违反 APEC 规则，也严重违背美方的办会承诺。那么如果美方一意孤行，或者白宫方面顶不住所谓国会山对华鹰派的施压，那么中美之间正在形成的高层互动与美方所谓良性工作关系，那么必然将会受到新一轮的冲击，这呢恐怕也是美方不愿意看到的后果。那么就王毅再度出任中国外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外访南太平洋期间呢，就最新表态说，声称期待和他建立稳定的工作关系。而美国 CNN 的名主播扎卡里亚，他呢也在《华盛顿邮报》的最新专栏文章中爆料说，布林肯在接受他专访时就特别披露，多国领导人在与布林肯会面时呢，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希望美中两国能够建立良性的工作关系，英文所谓 a decent working relationship。那么，在美国国务卿、财长、气候特使相继访华之后，现在最焦虑、最坐不住的应该是五角大楼，是美国防长。因为呢，至今中美防长还没有坐一起交流过，也没有进行过正式对话。上半年刚过了100岁生日的世纪老人基辛格，他在超过100次的最新的访华行程中，第一次见的竟然就是中国防长李尚福。联系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此前特别受邀走进五角大楼，和美国助理防长拉特纳会谈9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我们恐怕会对五角大楼的这样一种焦灼感有更加深切的判断感知。当然了，在美方取消对中国防长的非法制裁之前，中美两军恢复交流对话恐怕难如登天。扎卡里亚他也在最新专栏文章中强调，如果拜登政府切实希望推动有成果的两军对话，那么必须要为此做出严肃努力，必须要立即取消前任特朗普时期对中国防长实施的所谓制裁，以确保中美两军能够尽快恢复高层沟通，避免在台湾等重大议题上产生误判。我之前也曾经评论，美方所谓不合法、不合理也不合宜的制裁，就是在为五角大楼寻求对华沟通的努力在挖坑。那么美方还要以制裁为名来挖新的交流大空吗？就连被普遍认为在经贸议题上对华持强硬立场的商务部长雷蒙多，他近来呢也公开承认，对华出口管制将会打击到美国企业的营收，也因此他强调说，相关的管制务必格外聚焦，不能随意扩大范围。这不也是美方损人也在损己的另一种自我挖坑吗？好的，谢谢管。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没有直接回答，但表示俄罗斯显然正在向其他国家寻求支持，因为其军火库存不足。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媒体之前曾援引美情报部门的消息称，俄罗斯从朝鲜购买了数百万枚炮弹和导弹，不过俄罗斯和朝鲜均予以否认。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普罗瓦基洛夫表示，俄罗斯和朝鲜没有进行武器交易的谈判。绍伊古对朝鲜的访问是为了加强两国军工领域的合作。绍伊古这次到朝鲜去是给朝鲜撑腰打气，而且呢，与此同时，其实俄罗斯也非常需要朝鲜，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要需要朝鲜。他们在一起呢，就是抱团取暖的一种态势。那么这次呢，俄罗斯是军事代表团到朝鲜去，也就是说，双方是希望在军事领域能够今后各取所需。那么朝鲜是需要俄罗斯手里还有一些很先进的军事技术，你比如说它的洲际弹道导弹，它还要再发展。那么再有就是朝鲜也希望有高超音速导弹，这都是俄罗斯手里有的东西。那么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讲，它在俄乌战场上呢，武器弹药它很可能呢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短缺。那么朝鲜会不会提供给他？所以双方现在由于形势紧逼，双方呢走得越来越近，很明显就是在近期之内，他们军事方面的合作就会深化。另据韩联社27号报道，由韩国朝鲜半岛和平论坛和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朝鲜半岛和平经济特别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停战协议70周年学术会议当天在韩国国会举行。与会人员强烈批评尹锡悦政府的对朝政策，呼吁韩朝双方达成终战宣言。
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表示，在停战70周年之际，要结束半岛的不稳定局势，为建立持久和平而努力。文在寅政府时期的统一外交安保特别顾问文正仁强调，在韩朝对立的情况下，韩国绝对成不了所谓的全球中枢国家。现政府应该在韩朝关系上找到突破口，让韩国成为受到世界尊重的国家。韩国前统一部长官郑世炫在会上表示，当天会议的主题是停战70年再次和平，但现政府的对朝政策方向主题是停战70年再来一战。他说，现任政府只强调延伸威慑，随着美国战略核潜艇进入釜山和济州港，朝鲜发射导弹以及韩国加强军事演习，危机正在升级。韩国7大宗教团体负责人当天也发表联合声明，呼吁韩朝当局为缓和局势进行对话。韩国艺术家汇聚在38线附近的临津阁，发表期盼半岛和平的宣言。《纽约时报》27号称，朝鲜半岛在技术上仍处于战争状态，双方数百万军队已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朝鲜半岛和解的梦想已经渐行渐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署70年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上升，核风险加剧，国际准则受到侵蚀，冲突升级的威胁日益增长。我们需要大力开展和平外交。为期4天的台军汉光演习于27号结束。刚刚参加完演习的台陆军装甲542旅即刻派遣联兵营前往夏威夷接受美军训练。而就在24号，另外一个来自台陆军机部333旅的联兵营已先期抵达美国，将参与由美国国民警卫局举办的北方打击演习。台军赴美训练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营级规模尚属首次。汉光军演最后一天，台军第3作战区在新北市八里海滩、台北港与淡水河口进行联合反登陆作战与要港防卫实兵演练。由于这是防卫大台北中枢的卫戍防卫作战重点项目，格外受到台当局重视。蔡英文到现场，有美国的现场观察人员不方便曝光。党内舆论直言，连续2年汉光演习的重点都在台湾北部。可以看到，台军防卫作战的重点已从滩岸歼敌逐渐走向全民共存亡。台湾联合报报道称，今年的汉光演习明显是配合美国制造战争氛围，背后处处也都是美国在下指导棋。这不是保卫台湾，不是保卫机场，而是保卫在台湾的美国人。台湾《旺报》27号发表社论称，台湾最可怕的不是民众对战争无感，而是对民进党不断以战争路线绑架两岸关系无感，这才是最可怕之处。这次汉光39号演习特别重视台北港攻防、八里联合反登陆作战以及台北车站防护等，台军几乎放弃滩岸，把战争导向陆地的岛内防卫。这种类似焦土作战的方式，犹如美国人建议战时要炸毁台积电一样。第一个，过去的汉光演习其实都是挑一个区域，然后原则上就是动员那个区域的部队去做演训。但其实最近几年都是全岛等级的共同演训。那第二个是内容上面近几年有很大的调整。过去我们的汉光演习基本上最早都是歼敌境外，就是可能海空为主，就台湾海峡的防守，后来变成海上拒止。然后最近几次，你看像这一次的重要的主题，其实已经变成所谓叫做据点夺回。那我不禁在想，会不会过几年之后变成巷战演练？因为你就发现它一直在退，然后规模一直在加大。可是我觉得很矛盾、很吊诡的地方是，民进党政府其实不太希望大家讨论这件事，想要用这种方式去情绪勒索、煽动反中的情绪，去绑架选票，但不想面对社会的焦虑。我觉得这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据岛内媒体报道，在参加完汉光演习后，台军装甲542旅将于近日派遣一支超过100人规模的联兵营前往夏威夷接受美军训练，并借以评定美国安全部队援助旅此前赴台师训的成效。M1A2 主战坦克是美陆军的现役主战装备之一。特朗普执政时期，为了干预台湾问题，于2019年批准了向台军出售108辆 M1A2 主战坦克的军售案，预计首批38辆将于2024年交付台军。事实上，去年美军已有教官进驻新竹湖口营区协训542旅等单位，虽然协训内容不得而知，但这次又选派该旅前往夏威夷，因此岛内媒体推测542旅将成为台军第一个接收 M1A2 的单位。与其说，是演训，我讲不如说是培训，因为台湾目前来讲呢，它装备的坦克是美制的 M60，那么跟这 M1A2T 应该说是两个不同
年代的这个装备，啊，所以在这点来讲，应该说主要是培训一些这个掌握 MERT 的这种技能，以及呢部分的一些战术培训等等。除装甲542旅外，台陆军机部333旅的一个联兵营已于24号抵达美国密歇根州联合演训中心，参与由美国国民警卫队举办的北方打击演习。该演习通常于每年夏季举办，想定为大规模联合作战，包括空中、两栖和陆地等，因此参演单位庞大，以训练联合作战能力。去年的演习中，台军方也派出了人员参加。去夏威夷受训，去度假吗？夏威夷不是美军的陆军基地耶，不是装甲军的最重要的基地耶，它是海军基地耶。我这个就很有意见啊。第二个，他陆军我们派我们的机部营跑到国民兵，你有没有搞错啊？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赴美训练并不新鲜，但此次派出了营级规模尚属首次。值得注意的是，台军的联兵营，也就是所谓联合兵种营，与传统的采用单一兵种的营级单位有很大不同，而是将步兵、装甲兵、炮兵等原本独立的兵种混合编列而成的战术兵团，主打快速反应、立体打击、独立作战能力，是台陆军的重点改革方向之一。已经抵美的联兵营来自台陆军第333机步旅，该部队来头可不小，号称普光部队，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国民革命军第1师和第2师。抗日战争期间曾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和第1次长沙会战，目前隶属于台陆军第8军团的救火队，专门负责在战时快速机动支援。那么由于这个北方打击这个科目还是比较多的，它包括空中打击，包括这个地面机动、两栖作战，等等一系列的。而它的台湾军的机步营呢，它是一个地面部队。那么地面部队的话，所涉及的科目呢，实际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像空中的地面支援这一类的，都是美军在做的，而台军能做的话呢，无非是地面机动和这个地面行进打击，以及一部分的两栖作战等等。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来，科目主要是针对城市作战和一些抗登陆作战这样一些针对性。近年来，美台勾连不断加深。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以往美军在台通常只有20至40名士兵，大多数是海军陆战队员，负责美国在台协会的安全事务。但自特朗普执政后期，已持续对台派出小规模的现役军事教官团，包括数十名现役的特种部队教官，主要培训台军特种作战与两栖任务。那么现在台军所采取的话呢，基本是岛内的培训和岛外的培训相结合，所以的话，我们看到有一部分美国的教官的话呢，在岛内为美国特别是陆军进行培训，还有一部分呢，为了接装在美国的进行培训。在这点上来讲，应该说跟过去相比，他在同美军合作方面来讲，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岛内媒体称，所谓美军教官团在台的说法，其实早已流传多年，是所谓秘而不宣，而非意外爆了美军在台协助训练。所以美国现在是这些络绎于途，把台湾也调到美国受训基本上是快速武装到牙齿，目的是什么？就打起来的时候你能够撑得住，你不能一击就垮，要撑得住。外界还注意到，当地时间24号，美国海外作战退伍军人协会就与台当局退辅会缔结为所谓兄弟会。台面上虽然是双方退伍军人交流，但实际上却成为美对台军售的重要平台。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对美国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每年都通过很多决议送往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做政策参考。决议文包括建议对台军售等。据路透社27号报道，2名美国官员透露，美方预计最早将于当地时间28号公布向台湾提供价值约3.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报道称，该计划预计将包括4架未携带武器的 MQ-9A 无人机。美国国会在2023年预算中批准动用紧急授权，对台提供最高价值可达10亿美元的武器，允许美国总统在紧急情况下无需国会批准，便可从现有库存中调拨物资。能够左右美国对外军售的部门很多，那么作为退伍军人事务部的话呢，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游说和推波助澜的这种角色。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
刘先生您好。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当局陆续派遣2个联兵营前往美国参训，您对此如何解读？其实，在过去30-40年来，无论是美军派遣特种兵前往岛内训练台军，还是台湾派遣官兵前往美国接受训练，都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只不过没有主动对外张扬而已。因为美台双方都知道，这些暗通款曲的行为违反了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见不得阳光。那么最近1-2年来，美台双方不仅都在故意对外透露美军帮助训练台军的信息，而且明确告诉外界，美军派往台湾帮助训练台军的特种兵数量在逐年增加。这次台军派往美国接受训练的士兵数量，更由原来的连排级扩展到了云1级。我认为这极具挑衅性的做法，实际上是美国与台湾当局对中国大陆发动宣传战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吓阻中国大陆所谓的武统台湾。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美台双方都声称，他们这样做是在比照乌克兰部队接受美国训练的模式。我认为这个信号才真正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此前我曾经说过，我们要高度警惕美方正在从俄乌战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并准备用乌克兰模式全面改造台湾军队，并主导未来的台海战争走向。首先，在战略层面，美方从俄乌战事不可避免的爆发中，得出了中国大陆也将会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错误战略判断。包括布林肯在内的美国不少政治人物，甚至多次预言，中国大陆将会在2027年，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前夕，就会以武力来统一台湾。正是因为这一错误的战略判断，才使得美国政客们做出了必须要争分夺秒、加快武装台军的决定。其实，在这场俄乌战事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乌克兰战场上打造了一种由西方提供武器，乌克兰提供军人的代理战争模式。美国想要将这样一种代理战争模式依葫芦画瓢照搬到未来的台海冲突当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方先是全面调整了对台军售计划，原来很多华而不实的武器都不卖给台湾了，转而向台湾出售了更多的高科技、小型化的移动武器，包括标枪反坦克导弹、肩扛式毒刺防空导弹等等，甚至也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等等。这都是因为这些武器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上已经被证明非常管用，也非常实用。那么在提供了这些武器之后，接下来美方必然就会全面系统性的对台军进行重新培训，以让他们适应与熟练操作这些武器。我认为这就是台军派遣云级官兵前往美国接受训练的这么一个大背景。据路透社独家报道，2名美国官员透露，美方预计最早将于当地时间28号公布向台湾提供价值超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该计划预计将包括4架未携带武器的 MQ-9A 无人机。您对此是如何看呢？其实美方之所以会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仿效的也是美国军援乌克兰的模式，而且截止目前为止，美方已经军援乌克兰接近40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众议院早前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授权拜登政府向台湾提供5年共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外界原先并不看好拜登政府无偿军援台湾的计划，因为它不仅会挥霍美国纳税人的钱，而且会侵占美国军火商的奶酪。然而，几个月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亲口证实，美方将会向台湾提供包括毒刺防空导弹和标枪反坦克导弹在内的价值5亿美元的军援之后，现在又传出美方将向台湾提供包括 MQ-9A 无人机在内的价值3亿美元的另外一笔军事援助。假如这些援助计划最终得到落实，那也就意味着美国军援台湾不仅由法律层面落实到了实际行动上，而且军援台湾的动作正在加大和加快。我认为拜登政府这样做，
不仅跟他们做出的中国大陆将会在2027年武统台湾这一战略判断密切相关，而且也跟台湾独特的地理与战略位置密切相关。因为台湾四面都是茫茫的大海，一旦台海冲突爆发，大陆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利用自己的海陆空与远程打击能力，全面掌控台海及周边的制海制空权，并阻断台湾岛与外界的联系。到了那个时候，不仅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再也无法进入台湾，就算是台湾所需要的能源等物资都将进不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政府才产生了必须要在台海开战之前先行将这笔物资运进台湾的焦虑感。而在我看来，拜登政府的这一行为对于台海局势来说，无异于是开了一个潘多拉的魔盒。我们知道，自从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台湾断交之后，美国向台湾输送武器主要靠的是军售模式，而美国对台军售虽然在相当程度上违反了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但是它毕竟还是受到了这2个文件的约束，不敢向台湾肆无忌惮地出售进攻性的武器。然而，美国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显然就不在这2个文件或者说是法律的规范之中。它为美国向台湾输送进攻性武器，甚至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未来美国对台湾的军备输送极有可能会无法无天，不受控制。好的，谢谢刘。